大家好，歡迎回到艾森的頻道。開始今天的話題以前，帶您先穿越到2027年10月的一個清晨。假設這個是台海危機爆發之後的第49個小時，地點是北京西長安街附近的一處深宅大院。在過去的48小時裡面，全世界的媒體都盯着福建沿海集結的艦隊，但是對於住在這個院落裡面的某一位關鍵的決策者，我們姑且叫他李部長。對於李部長來說，真正的致命一擊，它並沒有伴隨着爆炸聲到來，它只是一份 PDF 文件。就在那個清晨，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官網上面突然更新了一個不起眼的網頁，上傳了一份文件。李部長點開了這份文件，在那裡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還有他正在哈佛大學讀書的女兒的詳細地址，他妻子用化名在英属維爾京群島持有的信託編號，甚至連那個信託背後通過3層公司套殼控制的位於曼哈頓中央公園的那樣一套頂層公寓的產權證書都赫然在列。在這樣一份報告上線的同一秒鐘，全球的銀行系統都接到了自動指令凍結。李部長的女兒在波士頓買咖啡的時候，發現自己的信用卡已經被拒，而她在新加坡那樣一筆原本以為天衣無縫的5000萬美金的私募投資，瞬間變成了只讀的數字。這一幕不是好萊塢電影，在牆內會非常敏感，但是卻讓牆外的反賊如淚高潮，嗨到爆的爽文情節。今天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基於美國當前立法趨勢來構建的這個場景，我們來扒一扒這個前所未有的金融斬首計劃。美國對華威懾的核心似乎正在從航母對峙迅速轉向基於美元霸權的財富獵殺。好了，讓我們先把時間線拉回到現實當中的2025年。剛才故事裡面提到的這個致命的法律的條款，在現實當中已經有了它的原型，這個就是已經在眾議院通過的台灣衝突威懾法。儘管在兩院關於2026國防授權法案，在這個激烈的博弈當中，法案條款的這個具體的位置跟編號可能還在動態調整當中，但是美國核心戰略的意圖已經圖窮匕見。美國國會正在試圖將這樣一種金融的連坐機制常態化的植入國防開支的法案當中。不論是作為獨立的法案，還是未來作為國防授權法案的其中一條，它的核心邏輯是完全一致的，針對中國決策層的這個財富透明度下狠手來打擊。我們注意這幾個關鍵詞：領導層、財富、腐敗。這個條款其實極其的冷酷，按照眾議院版本的這個構想，一旦法案完全落地，它將強制要求美國的財政部跟國家情報總監每一年必須向國會提交一份報告。報告要披露什麼內容呢？法案明確要求披露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員、中央委員會成員以及他們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所有資產。請注意，間接控制這4個字，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美國情報界將不會再受限於法律上的所有權的定義，而真正讓這樣一份法案具備核威懾的是它對於直系親屬的重新定義。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的這個修正案裡面，這個定義它被擴充到了社會學的極致。你的孫子呂輩是打擊你的財富傳承，你的兄弟姐妹打擊的是你的家族互助的網絡，最狠的是姻親，也就是你的兒媳、女婿，甚至是你配偶的父母。這個是基於美國智庫對於中國政治生態長達幾十年的研究，當然也少不了某一些華人的貢獻。中國的腐敗跟財富的累計往往是以家族跟姻親作為單位的。我們可以想想看，有多少腐敗大案的背後都有一個小舅子，都有一個非常神秘的女婿。第513條法案通過鎖定這些比較邊緣的親屬關係，實際上是實施了現代金融版的連坐制度。
美國財政部要利用它在美元清算體系當中的這個數據霸權做兩件事情。第一個，估算這些人的資金總額；第二個，列出是哪些金融機構在為他們服務。不管你的錢是通過開曼群島的離岸信託，還是 BVI 的殼公司，或者是找了所謂的白手套來代持，美國財政部都有能力把你給挖出來。而且這個報告還特別提到了法案第3條的豁免機制，如果相關人員願意配合美國政府提供有國家安全價值的情報，或者能夠證明這些資金的來源合法，就可以得到豁免。各位，在情報學裡面，這個叫什麼？這個叫做留下後門。這實際上是給 CIA 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策反用的槓桿。他把冰冷冷的這個金融制裁直接轉化成了可以針對關鍵人物的一個人力情報的工具，這個就是攻心戰術。甚至為了能夠把這種心理戰推向極致，第119屆國會還專門祭出了一項殺人誅心的提案，代號就是 Pictures 法案。我們聽聽這個名字 Pictures， 它的全稱如果翻譯過來是窺探中國暴君未申報財產收入與秘密法案。美國這樣一幫立法者，他們為了拼湊出 Pictures， 也就是中文照片的意思，他為了拼湊出這個單詞的首字母縮寫，不惜在法律文本裡面直接使用了暴君跟窺探這樣一些極具羞辱性的詞彙。這個法案的核心要求非常的直白，無圖無真相。CIA 你不僅要提供文字報告，還要提供照片。這也就意味着未來美國公布的這個非機密報告裡面，不單會有數字，還有高清照片，比如說停在摩納哥的遊艇、洛杉磯豪宅的這個航拍圖、私人飛機的起降記錄等等。這個也就標誌着美國情報機構的任務優先級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前金融情報部門是用來抓恐怖分子、抓洗黑錢的，那現在它變成的是大國競爭的核心武器。為了拿到這些照片跟數據，美國甚至重啟了盜賊統治資產追回獎勵計劃，最高的賞金高達500萬美金。那這個懸賞是給誰用的？是發給那些幫富豪理財的瑞士的律師、香港的會計師、新加坡的私人銀行家的。美國政府是在告訴這些人，出賣你的客戶，你就可以拿到一輩子也花不完的錢，而且還能夠獲得美國政府的庇護。這是一種從內部來瓦解你的對手信任鏈條的手段。與其配套的，還有一個更加激進的法律，台灣衝突威懾法案。它的設計邏輯是通過曝光來威懾。法案設計了一個自動觸發的末日機器，它引用台灣關係法第3C 條，試圖剝奪美國總統在危機時刻可能會有的那麼一絲一毫的猶豫權。一旦總統向國會報告確認中國對於台灣的這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注意啊，這裡不是說戰爭開始，只要確認發生了嚴重的，比如說網絡攻擊，或者是海上的封鎖，美國的這個制裁程序透明度武器化這麼最狠的一招，它就會被觸發並且自動啟動。CIA 跟美國財政部在前面我們講的這些程序當中收集到的一些非法資產報告的非機密的部分，會馬上在財政部的官網上面以中文公開發布。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由美國政府公信力背書的這個報告，詳細的列出某位正國級或者是副國級的領導人，他的家族在海外擁有上億美金的豪宅跟信託。這個對於強調純潔性跟反腐敗的這個執政黨來說，會造成多大的政治衝擊？因為這個不僅僅只是金融戰，它更是心理戰。美國試圖通過構建某一位領導人貪腐的證據鏈條來實施認知作戰跟離間計。美國是在賭，在紅牆深處的某一個地方，當某一個領導人家族的財富面臨歸零風險的時候，當公布這些秘密材料就好像核爆一樣會產生巨大的衝擊波，橫掃全國的時候，當人民公僕的這個人設
面臨徹底崩盤的時候，這位領導人他就不會那麼勇敢，不會那麼堅定地按下戰爭的按鈕。聽到這個地方，有一些朋友可能會冷笑說，美國人想得到美，人家這些頂級精英他們又不是傻子，錢都藏在離岸信託裡，套了幾十層的殼，美國人怎麼可能查得到？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這其實也是美國戰略當中最硬核的部分，資產追蹤。俄羅斯的大富豪，他們喜歡買切爾西的球隊，買幾億美金的遊艇停在意大利的港口，那些東西實在是太顯眼了，貼個封條就能夠被查封。但是中國權貴的財富是流體的，是高度金融化的。一般來說，比較常見的、比較典型的資產架構是這樣安排的。某位權貴他在英属維尔京群島 BVI 註冊一個殼公司 A， 公司 A 的股東是開曼群島的一個離岸信託 B， 而信託 B 的受益人是一家塞舌爾的利民公司 C， 但是公司 C 的控制權掌握在一位香港律師手裡。比較常見的犯罪手法是找這個律師來簽訂一份代持協議，聲明這位律師只是替某一位京城的大人物持有資產。這樣一種手段當然早就已經被美國政府盯上了。總之呢，這樣一種資產的架構像極了是俄羅斯的套娃，一層套一層。在過去，這樣一種公式的架構的確是無解的黑箱，但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後，情況產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美國借着反恐跟反洗黑錢的名義，建立了一整套近乎全能的全球金融監控體系，我們稱之為金融權勢之眼。現在手裡握着幾張剛剛升級的王牌，或者說是把無孔不入的手術刀。美國政府如果想要查的話，足以穿透這些迷霧。那第一把刀叫做數據過境，也是美元霸權最底層的逻輯。美元的清算體系是一個物理層面的壟斷，全球有超過 50% 的跨境的貿易跟金融交易都使用美金來結算。無論你在世界哪一個角落，只要你動用了美元，不管是買美債美股，還是通過離岸公司在曼哈頓買一套公寓，這筆錢的電子信號最終必須要經過位於紐約的代理行跟 Chips 支付系統。大家要記住一個常識，全球幾乎所有的美元跨境支付，它的電子數據最終都會流經紐約的清算銀行。每一筆美元交易在美國財政部下屬的金融犯罪執法局那裡都有一個臨時的備份，都會留下數字指紋，誰都逃不掉。雖然 SWIFT 這個總部在比利時理論上是中立的，但是自從反恐戰爭開始以來，美國已經通過恐怖主義融資追蹤計劃，事實上獲得了訪問 SWIFT 核心數據的權限。你以為你通過開曼群島的這個公司轉賬給瑞士的賬戶就安全嗎？在開了天眼的美國情報部門面前，這個只是一條稍微曲折了那麼一點的線索。美國的情報機構，他們擁有強大的關聯分析的能力，他們可以瞬間識別出看似無關的10幾個賬號背後，其實可能擁有同一個實際控制人。通過大數據和 AI 分析，他們能夠從海量的交易當中撈出那些異常的與政治公眾人物有關聯的資金流動。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神化美國人，要不然為什麼墨西哥毒販的這個資金仍然能夠洗白？哈馬斯的這個資金鏈條在戰前沒有被徹底斬斷呢？因為真正的頂級玩家其實他們正在脫媒，很多敏感資金不再走 SWIFT 的這個系統，而是回到了最古老的非錢模式，或者利用由於合規監管薄弱而興起的這個加密貨幣。比如說，一位想在海外配置資產的權貴，他可以直接在國內把人民幣交給地下錢莊，然後在迪拜或者是倫敦的街頭收取等值的美元現鈔，甚至是金條。這中間不用經過美國，也沒有任何一筆電子的信號經過紐約的服務器。所以面對這樣一種物理隔絕的原始手段，美國再先進的 AI 算法它也沒轍。第二把刀是跨大西洋透明度聯盟的背刺。以前的話 BVI 開曼群島這些
英國海外領土是避稅的天堂，誰都查不到股東信息。但是時代變了，英國政府他們已經被迫向美國開放了所有這些离岸中心的受益所有權登记册。通過修補這個資產追查方面的巨大的漏洞，美國 CIA 跟財政部可以通過官方的渠道直接調取這些底層的數據。那個曾經保護這些匿名資產的隱私的面紗已經被非常粗暴的扯下來了。而第三把刀其實是當年中國自己簽下來的一份協議。2014年，中美實質性的達成了海外賬戶稅收合規法案。這是一個政府間的合作協議，當時中國為了追討貪官，同意跟美國政府簽署這個協議。而根據這個協議的要求，中國大陸跟香港的金融機構必須要向美國國稅局報告美國納稅人的這個賬戶信息。而這個口子一開，事實上迫使中國的銀行他們建立了符合美國標準的合規數據的接口，而造成的後果就是持有綠卡的裸官家屬在美國生活並且在当地的银行開戶的話，美國財政部想要調取他的數據就易如反掌。而第四把刀也是最新的一把，是 AI 與受益所有權穿透。在過去，中國的富豪他們最喜歡用 LLC， 也就是有限責任公司，全款现金在美国買豪宅，因為不用披露買房人的名字。但是現在不行了，因為美國已經通過了企業透明度法案，金融犯罪執法局會實施非常嚴厲的地理定位令，所有在美國主要城市全款现金買房的空殼公司必須要披露背後的自然人身份，而且私營情報公司也在把航運數據啊、企業注冊的信息，以及像類似巴拿馬文件、天堂文件這樣一些泄密的數據庫，利用 AI 的技術全部整合到一塊兒，最終可以畫出一張巨大的關係圖譜。比如說，一個25歲的留學生，他在溫哥華買房， AI 會瞬間計算出他的資金來源與某位北京官員的出行記錄是否有時間重合。又或者，一個在開曼群島註冊的看似無關的公司和一個在北京的官員的遠房表親，在登錄網銀的時候使用了同一個 VPN 的 IP 地址。所有這些網絡的信息碎片跟零散的線索，在 AI 眼裡就建立了一個強關聯。所以哪怕你的遊艇停在意大利，你的信託在新加坡，你的公司在 BVI， 只要有一個中間人，比如說同一位律師或者是會計師露出了馬腳，一旦鎖定了一個白手套，順藤摸瓜，整個家族的隱秘的財富網絡就會被反向推導出來。而且美國一邊通過了企業透明度的法案，強迫外國在美國的公司裸奔必須要上報受益人，但是另外一邊卻對於自己特拉華州的空殼公司網開一面，這樣一種打造的單向透明，就好像是一個巨大的金融全景的監獄，他看得到你，你卻看不到他。美國人對於外國資本是穿透式的監管，我要知道你背後每一分錢的來歷，而對於本國的資本則繼續維持避稅天堂的吸引力。當然，美國人這樣一把高科技的武器也有一個致命的副作用，就是合規悖論。你美國人把監控的這個網收得太緊，這個壓力太大了之後，全球銀行為了避免被罰款，會採取一種非常簡單粗暴的去風險化的策略，也就是只要發現顧客的背景稍微有那麼一點點敏感，拼音的名字和名單上的某一位重合，你要知道這種重合的概率其實是蠻高的呀，所以銀行就會直接拒絕為這個客戶服務，懶得去核查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問題。所以當這些有問題或者是沒有問題的資金被正規銀行拒之門外以後，就被迫流入了不受監管的影子金融體系，也就會消失在美國情報機構的視野裡面。Anyway， 我們不要扯遠了。總之呢，這個結論是非常殘酷的。對於那些試圖在美元體系內盈利財富的人來說，所謂的隱私在2025年的技術手段面前，只是一層薄薄的窗戶紙。只要美國政府下定決心要調查某些特定的高價值的目標，這樣一層窗戶紙一捅就破了。那既然美國政府手裡已經有刀了，他為什麼不直接砍下來呢？
在歐洲，美國其實已經拿俄羅斯做實驗了啊，這樣一隻小白鼠的遭遇非常值得研究，非常值得借鑑。西方從來沒有對蘇聯這麼幹過，原因非常簡單，因為蘇聯的體制是完全的公有制，領導人他們沒有在紐約置業或者是在瑞士存幾十億美金的傳統，他們享受的是國內的特權，而非全世界的資本。但是現在，因為中國已經深度融入了全球化，這樣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資產布局，就成了巨大的戰略上的軟肋。馬格尼茨基法案是所有此類制裁的鼻祖，最早就是2012年用來針對俄羅斯官員而特別定制的。當年巴拿馬文件跟天堂文件，還有關於普京宮殿的這個油管視頻，雖然名義上是由國際上的一些調查記者發布的，但是因為信息來源的這個詳盡程度，已經不是普通的民間高手可以搞定的，所以被情報界普遍公認是得到了 CIA 跟 MI6 的協助。俄烏戰爭爆發以後，西方再也不裝了，直接下場自己動手，也沒收了不少俄羅斯寡頭的資產。但是這個事兒其實幹的並沒有想象當中那麼順利，有3個巨大的坑。那第一個坑是凍結容易，但是沒收很難。在美國的法律體系下，凍結跟沒收是完全不同的2個法律概念。凍結它只是按下了暫停鍵，美國總統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簽一個行政命令就能做到。但是要沒收的話，也就是比如說把這筆錢徹底拿走，交給烏克蘭，那這樣一種做法觸犯了美國憲法第5修正案關於私有財產保護的一個核心條款，除非你能夠拿出鐵證如山，在法庭上證明這筆錢是直接的犯罪所得，比如說販毒啊、洗黑錢呢，否則的話，美國政府不能夠隨便剝奪私人財產。這就是為什麼554法案目前的重點是在於曝光跟凍結，實際上是一種威懾，意思就是說我知道你的錢在哪兒，我也能夠讓你1分錢都拿不出來，可以讓你眼睜睜看着自己的財富歸零。某種程度上，這實際上是一種心理上的折磨，但是可能會比直接的沒收會更有效果。而第2個坑是體量的不對稱。俄羅斯好歹人家也是大國，但是因為在金融上是相對孤立的，但是中國持有超過8000億的美國國債，還有萬億級別的機構債跟企業債。如果美國在這件事情上操作不當，處理不好，對中國資產進行無差別的沒收，會導致全球對於美元的信任崩盤，直接引爆全球金融海嘯。哪怕美元的全球儲備只下降 5%， 對於美國經濟造成的這個長期傷害，可能都會超過這個制裁帶來的任何收益。所以美國現在的策略其實非常的微妙，他想要把刀磨得非常的快，舉得非常的高，舉得也很高，想讓北京看到這個刀上閃爍的寒光，但其實你一眼就能夠看穿，他這把刀不能夠輕易的落下來，因为這一刀砍下去可能會崩了美國人他自己的手。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以後，西方做了史無前例的決定，凍結俄羅斯中央銀行大概3000億美元的儲備資產。這筆錢在哪兒呢？其中大概有2100億歐元並不在美國，而在比利時。更確切的說，是在 Euroclear 歐洲清算銀行裡面。戰爭打了3年了，烏克蘭天天在喊把俄羅斯這筆錢沒收了，交給我們來重建，聽起來很爽，對不對？侵略者買單嘛，似乎天經地義。但現實是什麼？3年過去了，這2100億歐元的本金依然靜靜地躺在歐洲清算銀行的賬本上，西方國家愣是沒敢動它一分一毫。為什麼？因為在國際法上有一堵看不見的鐵壁銅牆，叫做主權豁免權。這是一個非常古老，但是在國際關係當中非常核心的原則。一個國家央行的資產，它享有免受他國司法管轄的特權。對於比利時這個歐洲小國來說，他心裡門兒清，英法德捨不得花自己家的錢去支援烏克蘭，所以就會整天打這筆錢的主意，整天撺掇比利時去沒收俄羅斯的資產，還死活不願意簽一份無限責任擔保書。這就好比烏克蘭在那兒嗷嗷叫，
伸手討錢，幾個歐洲大富豪他捨不得捐自己的錢，慫恿比利時去炸那個叫做俄羅斯的這個銀行金庫大門，而且這幾個家伙還躲得遠遠的。金庫門炸開了，大家都會分錢，但是一旦出事，就由比利時你一個人去坐牢。所以這幾個歐洲大國嘴上全是道德高地，全是價值觀，但其實賬本上全是甩鍋術。要知道，如果比利時敢單方面沒收俄羅斯這筆錢的話，後果是毀滅性的。第一，俄羅斯央行會立刻在全球各地的法院起訴比利時，這個官司能一打就打100年。第二，根據比利時跟俄羅斯的這個雙邊投資條約，俄羅斯投資者可以發起投資仲裁，索賠的金額可能會是天文數字，會令到比利時這個國家破產。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他不止一次的警告，如果我們真的打破了主權豁免權這個核心的原則，會引發全球央行的恐慌性的拋售，甚至搞垮歐元的信用。所以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妥協，歐盟口號喊得震天響，但是一直到現在最終也不敢動這筆錢，他們只敢搞一些小動作，拿這筆錢產生的利息，也就是所謂的意外的利潤轉給烏克蘭，或者是利用這些利息做抵押給烏克蘭貸款500億美金。說實話，歐盟這個邏輯在法律上其實非常的牽強，本質上是打了一個法律上的擦邊球。但是即便如此，哈佛大學的法學教授還是硬生生的發明了一個叫做反措施的這個概念來幫他們洗地。他們說，因為俄羅斯違反了國際法，所以受害國家可以暫時剝奪你的財產權。但是不管怎麼樣，歐盟這一招還是玩得太大，而作為資產托管方要負責任的這個比利時，他們也不是傻子。比利時的首相多次警告，這會帶來不可預見的金融後果。為什麼？因為歐洲清算銀行是全球金融的血管。現在俄羅斯央行已經在莫斯科起訴歐洲清算銀行，並且威脅要扣押歐洲清算銀行在俄羅斯境內的330多億歐元資產。這就像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狗咬狗的撕咬。如果歐洲清算銀行他們破產的話，全球金融市場都要地震，而且歐盟這招不講武德，也嚇壞了旁觀者。沙特阿拉伯的財政部就私下向 G7 發出了警告，如果西方真的沒收俄羅斯的資產，沙特會拋售持有的歐洲債券，而包括印尼央行的官員跟巴西總統盧拉都曾經公開表達過不滿。今天如果你歐盟或者美國因為地緣政治的原因可以隨便沒收一個核大國的資產，那麼沙特王室在華爾街的錢它還安全嗎？印尼富豪在新加坡的錢還安全嗎？所以這樣一種恐懼正在加速去美元化。我們看到各國的央行最近幾年都在拼命的買黃金，把黃金運回本國。為什麼？就是因為實物黃金只有放在自己的庫房裡面，是唯一無法被美國長臂管轄的資產。這個其實就是各國是在為了應對這樣一種金融系統武器化在做準備。當資產的安全性不再取決於法律，而是取決於你的政治立場的時候，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根基，實際上已經被挖空了一塊。這個也給美國上了一堂非常昂貴的課。在現行國際秩序下，想要直接沒收一個大國的主權資產，比如說中國持有的幾千億的美債，在法律上是死胡同，在金融上是自殺行為。美國人應該會明白，對付中國不能夠搞大水漫灌式的國家資產的凍結，最有效的做法是精確指導，只針對官員個人，針對家族企業做定向凍結。這種做法既能夠打疼決策者，但又不會引發全球的金融海嘯。而這個就引出了另外一個極具戲劇性的故事，俄羅斯寡頭的遊艇案。這樣一艘超級遊艇，全長106米，價值3.25億美金，有2個直升機的停機坪，甚至還有一個龍蝦缸，極盡奢華。根據情報顯示，它的主人是普京的盟友，俄羅斯的參議員蘇萊曼·克里莫夫。美國司法部想要沒收這艘船，結果呢，他們陷入了一場長達數年的法律泥潭。因為遊艇的注冊文件上，它的主人不是克里莫夫，而是另外一位並沒有被制裁的俄羅斯富豪愛德華·胡代納托夫。那這位胡代納托夫，他聘請了頂級的律師團隊，在美國的法院跟司法部史科
堅稱這艘遊艇是他的，跟普京沒有一毛錢關係。而為了打贏這場官司，美國的檢察官就必須要證明這艘遊艇就是克里莫夫的犯罪所得，或者是他在規避制裁。在法律程序上，必須要有非常完整的證據鏈，這個不是僅僅靠幾個情報推測就能夠搞定的。而最荒誕的是什麼？在官司打完以前，這樣一艘豪華遊艇靠在美國政府手裡，美國的納稅人他們每個月要掏74萬美刀給他做保養，船員的薪水啊、保險呢、清潔費，一連就是700多萬美金。這個扣押遊艇的案例讓美國人意識到，直接動用司法程序去沒收個人的資產，成本太高了，效率太低，舉證太困難。這就是為什麼第513條做了一個極其聰明的戰略調整，他不急着沒收資產，也不急着凍結，它的核心動作只有一個關鍵詞：曝光。曝光它不需要經過非常繁瑣的司法的定罪，只需要情報界的評估。而對於那個特定的目標群體來說，曝光帶來的政治殺傷力可能會比沒收一艘遊艇要大1萬倍。講到這裡，可能會有朋友問，美國這招對俄羅斯也用了，但是好像普京他也沒有在怕的呀，為什麼對中國就能說是核武器呢？其實關鍵的核心在於中俄兩國政治體制的根本性的差異。俄羅斯是黑手黨式的威權，普京的人設是沙皇，俄國老百姓默認有權就有錢。美國人曝光普京有錢，根本傷不到他的基本盤，因為俄羅斯人只是指望他強硬，並不會指望普京廉潔。更何況採用寡頭代持模式，普京名下沒有錢，錢全都在寡頭那兒，防火牆非常的厚實。但是中國不同，中國是列寧式的政党，老共的執政合法性建立在為人民服務跟共同富裕之上。如果美國的情報總監真的發布報告，某一位高喊艱苦奮鬥的領導人，他的家族在海外擁有億萬資財、千萬豪宅的話，這個是什麼？這個是人設崩塌。但是美國人還是太天真了，這樣一種認為曝光你的財產就能夠讓中國領導層社會性死亡的想法，還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的一廂情願。你想想看，美國人散發材料是一回事，有多少中國人能夠收到這個資訊是另外一回事。不要忽視了中國非常強大的信息管控能力。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美國財政部的官網會瞬間被牆，相關的內容在牆內會全部變成敏感詞，在強烈的輿論場上，這個會被迅速定性為敵對勢力偽造證據、抹黑國家領導人的一個認知作戰的手段，強化美國因為搞不定中國、懼怕中國的崛起而使用下三濫的手段，強化這樣一種敘事。而在激昂的民主主義的情緒底下，這樣一種攻擊甚至可能會引發聚集效應，讓民眾更加同仇敵愾。所以第513條的真正的殺傷力不在民間，而在廟堂之上。在不透明的權力體系內部，雖然老百姓可能看不到相關的信息，但是精英階層他們能看到。而當某位官員的海外資產的這個細節被美國公開認證以後，他在黨內的政敵就會獲得一把上膛的手槍。為什麼美國會曝光你，沒有曝光他？是不是你和美國達成了某種私下的交易？這個離間計能夠制造黨內高層內部的猜疑念，這個才是美國真正的意圖。它不是為了讓你在百姓面前人設崩塌，而是為了在權力的核心制造無法彌合的裂痕。為什麼美國這樣一招對俄羅斯沒啥用，但是對於中國來說依然有殺傷力？還有一點非常關鍵，因為中美跟中俄所處的戰略階段是完全不同的。俄羅斯已經在俄烏戰爭的泥潭當中好幾年了，美俄已經撕破臉，都已經全面制裁、凍結資產，甚至已經發出了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那這個時候你再多發一份資產的報告，完全屬於邊際效用遞減，掀不起任何漣漪。但是中國不一樣，目前中美雖然是在冷戰的邊緣，但是雙方還有巨大的經貿往來。
官員跟富豪還是非常在乎這些海外資產的安全。當前出台這個法案是一個什麼樣的背景呢？中美貿易戰以美國的慘敗告終，最終結果是中國錄得了創紀錄的1萬億美金的貿易順差。五角大樓洩露的兵棋推演的結果是，中美在台海，美軍完全沒有勝算，每一次都輸了。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實際上承認了科爾比2年前所擔心的這麼一個情況，就是中美競爭事實上已經越過了某一個臨界點。現在唯一能夠阻止中國主導地位的，至少在第一島鏈主導地位的，就是北京方面的崩潰。大國追求的是權力最大化，在核威慑導致熱戰成本過高的情況底下，美國現在選擇攻擊對手內部最脆弱的環節，也就是執政的合法性。所以美國這個法案它本質上是一場敘事戰爭，它試圖構建一個二元對立，也就是透明的民主國家對腐敗的專制國家。我們甚至可以猜測，美國現在提前開始部分釋放愛潑斯坦名單的一些信息，除了有民主跟共和黨黨爭的因素，只怕也是為了提前釋放一些壓力，免得到時候中共發布重量級的爱潑斯坦的名單信息作為反制的手段。當然這個純屬猜測哈。那此時此刻美國人其實手裡面對中國的時候沒有什麼牌了，除了緊緊攥在手裡的這份名單，這個是將國家競爭降維打擊成個人的生存。這個時候搬出這個法案出來，是因為它現在最值錢。我們現在看到技術已經就位了，法律通過了，時機也到了，那麼接下來就是最微妙也最危險的博弈的階段。在國際關係理論當中，美國這個手段叫做懲罰性的威懾。通常在傳統意義上，面對台海危機，美國人要打的牌是軍事上的拒止性的威懾。比如說96年擺了幾艘航母戰鬥群橫在台灣海峽，叉着腰是想告訴你說，你打不過我，你別折騰了。但是大陸臥薪嘗膽，這幾十年下來，美帝這樣一張牌已經被廢掉了。五角大樓的兵棋推演結果已經承認打不贏了，正面硬剛搞不過，那就只能夠玩陰的，只能夠撒石灰了。哪怕這樣一把石灰撒出去，搞不好也蒙了自己的眼睛。這是一種針對個人的心理戰，是一種選擇性的解密的心理遊戲。大家還記得在俄烏戰爭爆發初期的時候，美國不斷的公開普京的作戰計劃，明天你要打這裡，後天你要派這支部隊，這樣一種劇透式的情報戰，讓普京在當時極其的被動，也讓西方盟友迅速團結起來。現在類似這個策略被移植到了金融戰，通過立法要求每一年發布一些報告，美國實際上是在建立一種預期，就好像是在每一個共產黨的高層頭頂上懸了一把劍。每一個在海外有資產的官員，每天睡覺以前可能都會嘀咕，明年那份報告裡面會不會見到我的名字？如果我的名字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我在黨內的前途會不會遭到摧毀性的打擊？我的政敵會不會借機發難？我那個在波士頓讀書的小孩還安全嗎？這樣一種心理壓力，坦白講，對於部分貪官來說是有作用的。為了保住家族幾十年的這個資金的累積，他可能會在某些邊緣問題上對美國妥協，可能會在按下導彈發射按鈕以前會稍微猶豫那麼幾秒鐘，又或者他會變成是內部的不同意見，或者是強烈抵制方。所有這些都會增加決策的複雜性跟決策的成本。但是這裡有一個巨大的但是，這樣一種策略它並非萬能，甚至某些時候還會適得其反。這個也就是非常著名的用之或失之的困境，也就是博弈論當中最棘手的一個悖論。核威懾的有效性僅僅存在於引爆之前，所以這個法案它真正的作用是揮區威懾，也就是說在不開戰的情況底下，通過威脅來竊香腸的方式達成最終的政治目的。
美國人他一旦打破冷戰之後大國博弈的一個潛規則，也就是說盡量不針對領導人個人或者是家庭，一旦打破這個潛規則，會導致雙方的互信完全歸零，兩國關係會徹底決裂。用這樣一份名單來做威脅，不是反腐的協助，北京方面的第一反應是確認了美國意圖推翻中共政權，老共必然會將這個行為視作是生存威脅，而不是普通的政策施壓。那如果中國今天退讓了，那美國明年還可以拿同一份名單再威脅一次。中共的高層其實非常清楚，一旦被抓住這個軟肋，你就會被無限期的、無限次的勒索下去。對於中國而言，台灣是核心利益，但是政權的安全是核心當中的核心。根據安全困境的理論，中國的反應它不會是屈服，而是升級事態來反制。一旦美國亮牌，中共會認為中美關係已經到了一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階段，它勢必會加速在台灣或者南海的動作，甚至會認為反正都要曝光，那不如趕在曝光發生以前先把台灣拿下來，用民族主義的狂熱來對沖腐敗的醜聞。國會山的這幫老爺以為這一招是非常高明的離間計，他想讓中國老百姓恨貪官，想讓官員來恨這個核心決策層，但實際上這個很有可能會是一記回旋鏢。當所有人的退路被切斷以後，掌握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戰爭潛力國家的這樣一群人，他們會爆發出前所未有的破壞力，而這個後果是美國國會山莊這樣一幫老爺們他們根本承受不起的。就好像孫子兵法說的，你要留一個缺口，如果你不留缺口的話，把對手逼到牆角，除了殊死一搏，他其實別無選擇。如果明知道自己已經沒有退路，就會破罐子破摔，就會像普京一樣，當他認為核心安全利益受到根本性威脅的時候，經濟成本跟個人的財富可能就會被忽略。如果習總認為這是一種對於政權生存的終極威脅，他就會選擇加速對抗，甚至會覺得長痛不如短痛，通過戰爭來轉移內部矛盾，徹底打碎舊秩序。所以其實513條法案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利器，用得不好是引爆火藥桶的雷管。核威懾你用得太多，不会有人再當真。美國把 SWIFT 跟美元當武器，你用得越頻繁，美元霸權的壽命就會越短。而且中國人不會坐以待斃，北京手裡也有牌。第一張是關鍵礦產的斷供，這個我想我們不用再重複了，因為在以前的視頻當中已經講過好多次。第二張牌是針對在華美企的人質外交，比如說特斯拉、蘋果、星巴克這些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的企業會瞬間變成人質，中國可以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對於這些企業進行巨額的罰款、沒收資產，甚至抓捕高管，這些會迫使華爾街跟美國的商界向白宮施壓。而第三張牌是加速去美元化，雖然短期會痛苦，但是沙特、巴西所有這些國家看到美國把這些 SWIFT 武器化到這種程度，都會瑟瑟發抖。而中國正在拼命的推廣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並且囤積黃金，所以從長遠來看，美國把美元這個公器私用，是在自己掘開美元霸權的墳墓。當然了，面對美國的天羅地網、貪官污吏，他們還是會努力掙扎一下。那些數以萬億計的特定的地緣政治關聯資本，究竟要藏在哪裡比較安全呢？這個實際上是一場持續了20多年的貓鼠遊戲，經歷了3個階段的進化。那 1.0 時代是簡單粗暴，這個發生在2012年以前，那個時候的模式相對比較簡单，權力期權化，家族的成員他们不出面，找一個白手套，在企業上市以前拉原始股，上市以後1000倍的回報。那個時候的白手套是個體戶容易被突破。2016年以後是 2.0 的時代，這個時候是
離岸迷宮。巴拿馬文件曝光以後，這個玩法已經開始升級了，所以現在的標配就是 BVI 的這個 Vista 信託，這樣一種信託允許你保留底層公司的管理權，在法律上錢是屬於信託公司的，看不到官員的名字，但實際上官員依然能夠掌控每一分錢的流向。而2024年以後是 3.0 時代，也就是大遷徙與家族辦公室的時代。隨着美國企業透明度法案的落地，哪怕是殼公司也必須向美國申報最終受益人。於是我們看到了2024、2025年出現了最壯觀的景象，資本加速逃離加勒比海，湧向新加坡跟香港。新加坡的單一家族辦公室從2020年的幾百家激增到了2024年的4000多家，這背後就是驚慌失措的紅色資本。他們已經構建了非常複雜的三明治的結構，新加坡基金在上，中間夾着開曼的 SPV， 下面控制着國內的實體企業，資金被包裝成看起來是極其合規的諮詢費，或者是無形的軟件授權費。但是新加坡真的安全嗎？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國際金融體系的小國，當美國財政部拿着具體的證據找上門的時候，要求凍結某一個被制裁對象的資產的時候，新加坡金管局他會為了一個中國富豪去得罪華盛頓嗎？我想這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謂的避風港，在2025年的地緣政治風暴面前，最終不過只是一個露天的停車場。在國家層面，中美金融戰打到這個份上，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的徹底分裂。既然美元體系不安全了，既然供應鏈隨時可能會斷裂，世界就會開始尋找備胎。這裡有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這個原本是國際清算銀行 BIS 搞的一個技術實驗，旨在讓各國央行直接用數字貨幣來結算。但在2025年10月份 BIS 突然宣布退出。 BIS 的總經理他說了一句大實話，我們不能夠與受制裁的公司合作。他的意思就是這個項目太危險了，隨時有可能會被俄羅斯、被伊朗拿來規避美國的 SWIFT 系統。但是 BIS 的退出反而讓中國撿了一個大便宜，中國央行現在實際上接管了技術主導權。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mBridge 允許阿聯酋直接用數字的迪拉姆來買中國的貨，沙特用數字的里亞爾來結算石油。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一條完全繞開美國代理行網絡的地下高速公路已經通車了，這個也就是石油人民幣的技術底座。更本質的變化在於黃金這個資產，美國把 SWIFT 跟美元當作是這個武器，它用的越來越頻繁，所以我們看到2025年黃金的價格持續走高，突破了3900美元一盎司。但是比價格更重要的其實是流向。以前各國央行他們買了黄金以後，往往還是會存放在紐約的美聯儲或者是倫敦金庫的地下室裡面，圖一個交易的方便。但是現在一股大規模的運回黃金的潮流正在發生，中國、波蘭、土耳其、印度，他們都在動用裝甲車跟專機把黃金物理運回本國的這個金庫。這說明什麼？說明大家都在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這樣一種資產有可能會被全面凍結的戰爭狀態。所以艾森在這個地方敲一下黑板，黃金它已經從一種投資品回歸到了它最原始的屬性，也就是反制裁的戰略儲備。讓我們回到最開始描述的那個場景，李部長他點開了這樣一份 PDF 文件，他的手沒有顫抖，表情甚至比平時更平靜。對於坐在深宅大院裡面的這一類政治精英來說，這一天早在數年以前的這個兵棋推演當中就已經被無數次的預演過。所以看着屏幕上他自己女兒的這個詳細住址跟被凍結的信託編號，李部長沒有感到恐懼，而是感到一種結局已定的含義。他心裡非常清楚，只要戰爭機器啟動，海外資產就是注定要被犧牲的沉沒成本。美國人以為凍住他的錢能夠讓他停手，但美國人錯了。當他的5000萬美金
瞬間變成是一個只讀數字的時候，他意識到的是另外一回事兒，斷路已經被切斷了。那既然黃金降落傘已經被美國人燒毀，那麼剩下的選項就只有一個，徹底打贏這場戰爭，以此用暴力來重塑世界的格局，並且重塑規則。這一幕不再是好萊塢電影裡面的懲惡揚善，這個是地緣政治當中最殘酷的反向激勵。其實在我看來，更有可能發生的概率更高的場景，不是这些非常戲劇化的衝突，而是白宮會以國家安全利益作為理由，對國會的要求來行政拖延，或者是通過總統的豁免權推遲報告的發布，最終依然是在談判桌上來換取中國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的配合跟讓步。朋友們，講到最後，這僅僅只是幾個貪官或者是幾張離岸信託或者是幾艘遊艇的故事嗎？如果到現在您的視野還只停留在這個地方，那就太小看這樣一場變局了。我們正在目睹的其實是一個時代的終結。過去40年，美金不僅僅是美國的貨幣，它實際上是一種全球公共產品，就好像是互聯網的 TCP/IP 協議，或者是頭頂的 GPS 衛星一樣，它曾經是中立的，是普惠的。無論你是沙特王子、中國的商人，還是巴西的農民，你都可以使用這個基礎設施進行交易，而不必擔心你的政治觀點。正是美金這樣一種金融工地的屬性，支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這30年，中俄兩國都深度融入了西方的金融體系，這原本是發展的紅利，但現在卻演變成了被美國拉捏的軟肋。正因為中國的高官跟俄羅斯的富豪太過於相信西方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他們才把錢放過去西方的銀行，結果現在變成了西方政府的人質。513條的出現標誌着這個共識徹底破裂了。當美國決定用美元的結算體系 SWIFT 系統，甚至是私有產權的法律保護變成是精確之島的外交武器的時候，美金這個全球的金融工地也就被私有化了。美國在說，這不是公共設施，這是我家的後院，聽話的朋友可以進，不聽話的對手，我不但要趕你出去，還要扣下你的錢包。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這或許是美國的必要之舉，但是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一場災難。因為當信任不復存在，效率也就會隨之死亡。我們看到的央行囤積黃金，甚至用數字貨幣點對點來結算石油的時候，表面上是金融的創新，本質上卻是文明的退化。我們正在從一個統一的全球大市場退化回一個用高科技武裝的部落。未來的世界不再是資本無國界，而是以物易物的升級版。我的陣營用芯片換你的石油，你的陣營用無人機換我的糧食，不同的部落之間豎起了看不見的金融鐵幕。這個才是對於屏幕前的您最大的影響。對於普通人來說，全球化的紅利、廉價的商品、自由的旅行、隨心所欲的全球資產配置將會成為歷史的遺跡，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的通脹、更嚴苛的合規審查，以及一個更加破碎的世界。通貨膨脹本質上就是我們為地緣政治不信任所繳納的一種稅。2025年不僅僅是那些紅牆深處權貴們的噩夢，它也是我們所有人告別地球村幻夢的時刻。在這個日益巴爾幹化的世界，不管是富人的信託還是普通人的積蓄，安全感都將會成為一個非常昂貴的奢侈品。感謝大家收看本期的視頻。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部落時代，希望愛生的頻道能夠成為您的一盞探照燈。您覺得今天的深度分析對您有啟發的話，請點讚分享，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祝您有興趣愉悅的一天，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